地球上曾经下过一场200多万年的雨，这样的天气还会再来一次吗？近年来，全球的气候可以说是千变万化，今天这里闹大旱灾，明天那里就开始大暴雨。科学家们纷纷表示，再不对这样的气候变化做出行动，人类可能就会面临恐龙一样的危机。咱们倒是知道，恐龙因为小行星撞地球，进而导致大量火山喷发等灾害，最终灭亡。但是对恐龙如何诞生，又如何有机会成为地球上一任霸主的，却还存在疑问。这大概要得益于一场大雨，也就是本期节目我们要介绍的卡尼湖洪积事件。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地球上曾经下过的那场200多万年的雨，这样的天气还会再来一次吗？卡尼期洪积事件发生在2叠纪末期和3叠纪初期之间，也就是大约 2.33 亿年前。当时地球上正在经历第4次物种大灭绝，几乎有 96% 的物种在那之后从地球上消失，而当时真正的霸主鳄也被迫退出历史舞台。这次灭绝事件大约持续了5000万年，在这之后，地球迎来了一场持续200多万年的大雨。当然，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。当时地球上基本上处于阴雨连绵的情况，但是偶尔也会放晴。总的来说，属于一个漫长的湿润期。在这场大雨之前，地球处于极度干旱期，存活下来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耐旱动物和耐旱植物。而海洋中，由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过高，所以导致海水过度酸化，使得大量的海洋生物都已经灭绝了。这场持续200多万年的雨，给了很多习水植物重新崛起的机会。再加上雨水可以溶解大气中的二氧化碳，能够使它们以钙酸盐的形式重回大地。所以大量科子植物从沿海逐渐重回陆地，开始大量繁殖起来，同时也带动了其他植物的繁衍，进一步增加了大气中的氧气含量。不过同样的是，它也使得一部分不耐湿的动植物退出争霸舞台，或者是直接灭绝。这些植物一般都是偏矮的灌木，一旦它们消失，所以很多吃低矮植物的动物也开始灭绝，比如哺乳动物早期的祖先核工纲动物。大量的雨水进入海洋后，也使得海洋的二氧化碳浓度逐渐降低，同时降低了海水的酸度。很多海洋生物迎来了喘息的机会，比如四色珊瑚、盖藻等。在这场大雨中，尽管恐龙已经开始活跃在地球上，但是还有一类生物也初露锋芒，就是那些依靠植物和水生存的昆虫，比如蚊子等，就会将卵产在水中。大雨一直下，也使得地球上的河川湖泊得以形成，更是给这些植物和昆虫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和环境。这些昆虫在这场大雨中不断吸收能量，最终发展出了400多万个物种，可以说是相当厉害了。而这场大雨的最大赢家当属恐龙了。一直以来，科学家们都很疑惑，恐龙是如何成为地球霸主的。根据化石，科学家发现，在卡尼期洪积事件初期，恐龙化石只有陆地脊椎动物的 5%， 但是在这场大雨快结束的时候，比例一下飙升到了 90%。 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体积上，恐龙都是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最主要的陆地脊椎动物，成功攻下擂台。当时为了捕捉昆虫，逐渐进化出了飞行能力的翼龙，在随后的1亿多年里霸占了空中的生态位。而恐龙则在陆地上分化成了2个部分，食肉恐龙和食草恐龙。不管是哪一种，当时地球上的生物都已经足够它们吃了。可能是因为被鳄压在脚底下多年，现在终于有机会站起来了，于是更是朝着食物链顶端发展，发誓要做老大。当然，他确实做到了。因为成片的森林使得各种鳄难以适应当下的环境，只能不断退缩，让恐龙钻了空子。那么这场200多万年的大雨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？这里我们就要回顾一下，在大雨来临之前的大灭绝事件了。地球上任何一次物种灭绝事件都不可能只有一个原因，
而造成卡尼奇洪积事件的原因也是如此，科学家们众说纷纭。有人认为是板块漂移导致环境发生改变，形成了一系列极端气候。因为在三叠纪初期，地球的大陆都挨到了一起，形成了盘古超大陆，这使得海洋的水汽难以抵达大陆内部，使得温度不断上升。还有人认为是源于一场大规模的火山喷发。科学家在加拿大西部的朗格利亚的地层中发现了火山喷发的痕迹，并且在这附近至今都存在着几座火山。火山喷发后，大量的岩浆将森林和陆地生物烧毁，这个过程可能持续了数万年。期间还有大量的二氧化碳进入大气，在植物被烧毁之后，地球的含氧量开始逐渐下降，而二氧化碳的含量还在持续增加，这使得大量呼吸功能较差的鳄类动物因缺氧而死。二氧化碳不断堆积，使得地球的温室效应越发严重。于是在此后几千万年的时间里，地球可能因为火山喷发的火山云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冰期。然后在冰期过后，二氧化碳的浓度并没有降低，使得地球温度不断上升。盘古超大陆中几乎没有湖泊河流，地球上大量的水集中在海洋中，随着高温蒸发到大气层中，但是大气储存水蒸气的能力有限，所以当大气层终于忍无可忍的时候，一场大雨就开始席卷地球。很多人也都问，现在地球同样面临着严重的温室效应，地球的温度正在持续增长，那么我们是不是也会面临一场这样的大雨？答案或许是否定的。虽然地球上出现了很多极端天气，暴雨、暴雪以及大干旱等，但是持续的时间其实并不长。而且我们也了解到，卡尼奇洪积事件产生的原因，当时的温室效应就持续了差不多2000万年，所以才使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积攒到那种程度。在大雨之前，盘古超大陆也几乎处于异常干燥的环境下，基本上没有下过雨，其中却是因为海洋水汽无法进入大陆。然而现在地球已经划分成了7大洲，尽管部分地区仍旧因为各种原因处于干旱，但是总体来说，地球目前的湿度属于正常状态。而且即便在温室效应很明显，但是人类已经在尽可能的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，并且地球上的海洋和湖泊等仍旧可以对一部分二氧化碳进行处理。此外，目前人类还在加快植树造林的速度，现在地球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超过 30%。 这些树木不仅可以减少水分的流失，还可以利用更多的植物进行光合作用，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加以利用。所以依据地球目前的情况，很难再迎来这样的一场大雨。再加上人类目前已经拥有了人工造雨的技术，如果一些地区实在太干旱，也可以根据不同云层的物理特性采取方式进行降雨。比如在合适的时机下，利用飞机、火箭等向云层中喷洒干冰、碘化银、盐粉等催化剂，以此来促进云层降雨或增加降雨量。由此可见，不管是二氧化碳浓度还是地球的干旱程度，都很难再像以前一样形成下一场200多万年的大雨的条件了。不过我们还是需要关注地球现在面临的各种危机，并对应采取行动。